好，接下來我們要關心這個美軍的艦隊產輪一次性的意思是什麼？等一下來看。8天彈藥就會見底，80倍的產能恐怕被碾壓。中國會不會全面碾壓美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因為呢，這是其實是美國智庫自己說的，他所發出的一個警告。他說呢，蘭德公司最新的報告指出說，一旦中美之間真的開戰的話，美軍它的這個受損的軍艦，恐怕他說這個會淪為一次性的消耗品。因為呢，他有特別提到了美軍的目前的弱點，包括它的維修能力是不足夠的。那如果他一旦受傷的話，艦艇會很難快速的返回戰場當中。尤其他說呢，印太地區又充滿威脅，但是印太又離美國非常的遠，所以要做這個前線艦艇的維修也有一定的難度哦。這個是美方現在所碰到的問題哦。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的只是解放軍，他要在發展他的這個本土化戰爭來說，對他來說是相對比較有利的，因為呢，戰場離他比較近之外，還有呢，這個造船的設施等等都會離他比較近，可以有便於維修，再加上他的工業資源是比較大的，所以呢，是對解放軍目前看起來比較有利。這是來自於美國智庫的說法。那麼去年呢，我們也看到了中美之間新建造的這個船艦的服役比例正式的来到了20:4，有一個相當大的一個落差。再來看到是大陸還是快速的發展它的076型的2棲攻擊艦4川艦了，現在朝這種輕型航母的方向來去做發展。除了可以搭配電磁彈射還有攔阻裝置之外，還可以搭配殲35。好，另外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美國的彈藥的部分了，說呢很難面對下一場高強度的戰爭。我們來看到是這個美國的大數據公司自己做的一個分析，他說一旦呢美國跟中國大陸發生衝突的話，美國的武器儲備僅可以維持大約最多撐8天。他也提到了俄烏戰爭，他說俄烏戰爭來當例子的話，短10週的戰爭已經消耗掉了大約是達到10年的彈藥，並且他用當年的2次世界大戰來做比喻哦。他說德國當時有很先進的武器，但是呢它的產量遠低於美國。如今時空倒過來了，變成是呢中國它擁有很好的一個產量，那麼美國反而是像是當年的德國生產量不足以跟上來。就這些報告來看，是不是中美在印太的軍力天平開始已經出現了翻轉？幹哥怎麼看？好，蘭德這個最新的他這個其實等於是兵棋推演哈，他是在着眼於什麼？就是說美軍你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短板跟弱點在哪裡。我先來講一個故事。第2次世界大戰有一場最重要的戰役叫中途島海戰，它的續戰，也就是說它的前哨戰叫做珊瑚海海戰。美國只有2艘航空母艦到現場，一艘叫利基辛頓號，一艘叫做約克鎮號。約克鎮號受了重傷，你知道他在幾天之內要修好嗎？他如果修不好，他就不能夠參加那一場史上最大的海戰，叫中途島海戰。中途島海戰集成了日本帝國4艘航空母艦，美國的這個就是說戰場的優勢反轉回來，重新得到主導權。這是2次大戰非常重要的轉捩點。結果約克鎮號受了重傷，當時至少要修理3個月，蹣跚爬回珍珠港。尼米茲海軍上將說3個禮拜就要給我修好，3個禮拜修好了，趕快趕到現場。如果今天沒有約克鎮號的話，美軍在2次大戰還要再多打2年。所以大家就知道說，其實美軍當年的維修能力是多麼的堅強。可是這個都早已是昨日黃花了。美國現在不要說造艦能力，連維修能力，現在如果一旦有任何的海軍艦艇中彈受損，它第一個能夠爬回去的地方叫做珍珠港，跟2次大戰的時候一樣。可是珍珠港現在熟練的工人已經不到1000人了，你沒有辦法遭遇到這種嚴重的受創的時候，還能夠馬上反應過來說，我要在限時的時間之內修好。這個還不是只有訓練有素的工人，還有料件在哪裡？好，從這個第一點你就可以看見，然後我們再看第2點，解放軍他是在靠在自己的海岸作戰，最多我們到了第2島鏈去。當然，如果真的戰爭發生，也許會打到夏威夷，也不一定。可是，在目前我們現在來看的話，你就可以看江南造船廠，還有那個葫蘆島的造船廠，這附近的造船廠都能夠直接去維修受損的艦艇。好，再來，你再看
如果說我們現在航空母艦福建號跟那個遼寧號不夠了，對不对？還有就是我們現在3艘航空母艦，萬一不夠，我們還可以用076两栖攻擊艦四川號這種船來在緊急應變的時候搭載殲35戰鬥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沒有配套的可以替代品？沒有，完全沒有。這個就是兩軍之間的消長，我們都可以看見。再來，我們就要講說，這個蘭德智庫大數據分析，他已經講說，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美國的彈藥只能夠剩8天。我再來舉俄羅斯，也就是前蘇聯，當時你知道俄羅斯在他被德軍入侵的時候，當時他們130萬大軍已經快要沒有彈藥可以用，羅斯福總統緊急送給他1萬架飛機。美國在2次大戰時候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如果今天沒有美國參戰的話，俄羅斯第一個先戰敗，第二個英國也承受不了，再來整個國際的局勢跟歷史都要改寫。所以美國在当年的世界工廠的地位，今天已經淪落到它完全不能夠再恢復到當年，不要說是我說是1/10，連1%它都做不到。而且現在蘭德智庫他就有講一句，他說美國贏在哪裡？不是贏在他的坦克贏過德軍，而是德軍的坦克都很精密啊，德國人做的東西都很棒，虎式坦克，結果一中彈馬上報廢，連修都沒辦法修。美國的雪曼坦克是有很大的維修能量，都修得回來，而這些維修能量現在通通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看說，你現在面對的新的世界工廠叫什麼？叫中国。美國再也沒有他當年的威風跟實力了，這就是蘭德最害怕的地方。美國必須要急起直追才行。好，有關於蘭德的事情，等一下請玉君帶我們看。所以呢，現在川普呢，他希望加強生產線，找的是車廠哦，两家包括了福特跟通用來幫忙生產飛彈，包括了戰斧巡弋飛彈跟他的愛國者，有沒有用呢？那玉君又怎麼看？這個我先講結論，我覺得川普找福特跟通用汽車來做飛彈，它的方向或許沒有錯，它是把80年前的這個可以說是肌肉的記憶找回來，就是工業動員嘛，美國過去是工業的動員嘛，但是現在的工業動員就是所謂的當初2戰的那個民主的兵工廠，這一次能不能被喚醒呢？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跟時間的豪賭，而且我並不是這麼的這個正面，我認為他這一次失敗的幾率是蠻高的，但是我先講，對於川普來說呢，他自己的政治上的他國內政治上他是一個贏家，因為這是他從2016年當總統到現在一直在講的，他要把這個製造業搬回美國，那會不會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那現在要看的是說，他要把這個兵工廠搬回美國能不能夠成功？好，我認為這個不能夠成功，主要是有3個落差點啊。第一個是時間的落差點，就是說現在他要用，你看他要用一年的時間去彌補上這個整個可以說是福特汽車或通用汽車的去運輸其他的生產其他的東西的話，這個時間點對美國來說，從動員到死亡的窗口，這個動員的時間呢是不夠的哦，因為美國在2戰的時候，它其實在後面它一開始是沒有參戰的，所以它現在要這麼快的時間是不夠的。第二個是複雜程度，以前這些汽車廠它做的只是一些鋼板啊、一些引擎啊，現在要做這麼精密的飛彈呢？我認為它在短時間之內呢，要怎麼樣的同類的升級呢，是沒有辦法達到的。而且這些可以說是這個私人的公司呢，它怎麼樣能去募資？就是說，美國的資金、政府的資金怎麼進入私人的公司？我覺得在這個狀況下是沒有辦法達到。最後就是說，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如果要把這個從戰爭的立場上變成他的一個縱深點的話，它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過去德軍是打不到底特律，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這麼多的無人機，它如果持續在這邊生產的話，很有可能會變無人機或者是敵方的攻擊。所以
你換個角度來看的話，就是美國它現在能不能及時的補上它的產能？它有時間的問題，它有金錢的問題，它有複雜性，所謂技術上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美國現在如果要用時間去換產能的話，它失敗的可能性是蠻高的。好，所以我們剛剛看比較的是中美之間他們在工業上面的量能，不管是生產的量能還是維修的量能。那其實呢，我們也看到是說未来的戰爭也是現在正在發生的這些戰爭，不管是在俄烏戰爭啊，或者在中東的兩場戰事，看起來這個無人機相對來說呢，佔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的因素哦，所以我们來看一下目前呢，到底說中美之間在無人機的產量方面有多大的一個差距？因為其實呢，五角大廈已經最初提出了一個計劃，他們也看到無人機的重要性。那這個叫做無人機主導戰的計劃，他們已經設下了目標，也就是2027年底儲備30萬架低成本的無人機，而且他說單價呢一架是只要$5000。那被糗說呢，根本就不太可能，因為你的目標價實在是定的太低了，現在的價格大概是數十倍，而且年產能呢最多1年只能開出大約是10萬架。反觀中國大陸的部分，我們看到深圳光是上半年它的民用無人機275萬架，現在也預估說，如果說中國大陸的無人機全面是軍轉民變成這種自殺無人機的話，年產能預估最多甚至可以高達800萬架。那漢庭怎麼看這當中的差別？80倍的差距啊！不是吹啊，是深圳1個月的量就能夠頂美軍1年推。阿特拉斯的蜂群不是鬼，是斷網了還能飛，打掉還能補位。團滅算法不用吹，是6毫秒決策，還能夠讓美國沒眨眼就報廢啊！還有押韻，真厲害。所以美國呢，1年造無人機10萬架啊。那中國大陸如果全部都變成是軍用自殺的無人機呢，1個月50到70萬，1年輕鬆600到800萬。那台灣的軍購大概要買的是3000架，你看買起來像小兒科啊。所以大陸跟美國這所謂的差距80倍，不僅是說量的差別，而且關鍵是在於FPV 的自殺機再加上飽和消耗的這件事情。俄烏戰爭已經驗證了嘛，就是你$5萬的這個 FPV 能夠幹掉$8000萬的F 戰鬥機，可以幹掉幾億美金的這個防空雷達車。這種不對稱的消耗才是美軍最害怕的啊。所以量的差別80倍本身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你一顆幾千萬的飛彈擋我一個5000元的無人機，那你先破產，對吧？他看誰比較有錢。所以第二個更厲害的是80倍呢，只是量多。那阿特拉斯解決的是一個量多還不亂啊，量多了還能操控。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哦，它呢是一個完全自動化的，那而且一套呢是一車就可以控96架，鍛鍊還能自癒，還能夠自主的合作。別人家的蜂群呢一斷網就散。阿特拉斯的蜂群呢，斷了網還能幹啊！別人家的蜂群打掉母雞就完蛋，阿特拉斯的蜂群啊，每架都可以自己飛，都可以自己幹。別人家的蜂群呢，操作員手忙腳亂，但是阿特拉斯的蜂群呢，一個人管96架啊，對吧？這吃個飯，同時就把仗給打完了。那當然我講的是比較誇張一點了。那有沒有說這麼厲害，然後它就是成為什麼中美的終極變數啊？沒有啊，這個只能說是在戰術上的優勢。那畢竟戰略上它沒有辦法來決定應該佔領哪座島啊，應該要打哪個地方啊，哪個按鈕誰先按啊，這個是政治層面跟軍事戰略更可怕的。那不過呢，在美國目前比較大的缺陷或者說危機呢，不僅是無人機的制造的量，是它一個全部供應鏈它的維修跟補給的缺失。所以這邊說它的造艦也跟不上，然後船的修補速度也跟不上，它整個彈藥庫存也跟不上，再加上制造無人機也跟不上。你如果每一個單獨來看啊，美國都還有它可以去補充說明的地方，但如果每個都放在一起看，這才是會讓五角大廈半夜驚醒的東西。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
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